别喝了，馊了。那馊了也是粮食，不是？吴兄，你跟他们说，你不是老八家的人，没必要在这儿受罪。我说了，他们不认啊。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，那就是老八家的。咱们患难与共吧。只怕到了明日，这馊饭都没有了。要不要来一碗？呀，我来是守山西的。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，根本站不稳脚跟。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，就在这儿开家票号，名字已经想好，就叫太平号。从平遥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，延展到整个大清。太平号就是个口袋，把平遥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，这是门好生意啊！票号的生意，京城李家接过来。呸！每家300万两赎金，这不是戕害地方吗？亏他想得出来。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？打赢过什么仗啊？你等我出去的，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，我捐个御史，我参他。孙掌柜，您别生气了。眼下这个局面，不给钱是出不去的，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？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，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，你参得动吗？是这个理儿。我就奇怪一件事，我们在晋阳山庄聚会，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，他们怎么这么清楚？把门一堵，下手抓人。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。哎，爹，您来了。得嘞，全看老爷子您了。你们叙话。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？哎，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。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道和上门道，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，实在是痛快的很。你痛快了？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？那轮不着您来背，您就放心吧。您就告诉我，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银下紫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发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
强盗！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儿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，啊，做好人。这王爷搞这么一出，啊，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？恐怕谁也不知道。我就觉得，你刚挤到这老八家，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。假的，假的？什么假的？他天底下经商的，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？再者说了，有哪个票号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？我看要银子是假呀，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，据为己有，这才是真的。老八家的这些富户，只要签了借款，我看呐，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。这个李百万呢，是好手段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
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1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少来3进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，太平号替大家伙儿铺平电脑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！闯王宝藏，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军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，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。你这番话很有见地，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。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草民李万堂见过王爷。你的办法不行啊！这朝廷吧，让我进山东剿捻，可我老是延误不进。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，是你担，还是我担呢？王爷，这批商人啊，狡猾得很，熬不到一定时候，
这锅饭熟不了啊。这些人，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，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，我也受不了啊。王爷，我是生意人，最懂生意人。这些有钱人，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，可骨子里，个个都是吝啬鬼，钱都穿在肋巴骨上。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，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，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。300万两，哪这么好拿的？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，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。这世上，真有闯王宝藏，这么回事儿？王爷，你看，平遥太谷，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。论交通，崇山峻岭；论地脉，并没有金银矿产；论人才，此地民风朴实，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。明朝一亡，这2个地方财富陡增。您再看。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，由此向2侧散开。我确定，这批宝藏肯定是在，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。这所谓的老八家，久经商海之中，代代相传。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他们凭什么屹立100年不倒？哪来的本钱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李万堂，李百万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。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，那可是你出的主意，到时候误了军情，又找不到宝藏，还丢了辎重，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了。王爷放心，相信我，到时候你得宝藏，我得山西。知道读本就好。3日之内，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过黄河入山东，打这一场仗吧。胖兄弟，你说你好不样的，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？你说，那是我想烧啊，我就没想接，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。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。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想，这可能是个连环计。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，逼康家卖产业，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，一步步走到现在。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，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。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？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管我们认不认，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，那就是有罪。我在想，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，各自退让一步。哎呀，
小孩子说大话，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？啊，在官府眼里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。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，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。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不知诸位，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？哎呦，都说了没有，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，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。没有，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，对吧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局怎么破？我在想，他李万堂家资再大，归根结底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。他做这么多事情，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，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，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。王爷嘛，又不是地方官员，随时要出征打仗的。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。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，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，把李万堂逼出山西。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，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。不行，我们巴家认账容易，那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，他有的是方法。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，说咱们巴家票号欠朝廷多少多少银子，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。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，挤兑起来，如何得了？谁说做生意一定要用现银？啊？兄弟，你馊饭吃多了吧？脑浆子都馊了。大奶奶，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，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10万两的生意，可不可以啊？就好比说吧，你手上这个碗，它就价值10万两，那我想要，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，我该如何做？孙掌柜，取10万两给我。我没银子呀。就算有银子，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，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？这好办。大奶奶，孙掌柜说了，你只要看到此信物，就能知道10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。凭此信物，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？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？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张契约，这样巴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，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的。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，巴家和一家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，而巴家分开，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，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，方便年底核算。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巴家之内，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100万金银。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？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？万一有一家被挤兑，其他人不知情，头寸调度不灵怎么办？还有啊，万一8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，每天确认头寸，并对外宣称8家联盟，这样即使挤兑起来，也不至于遍地开花。可能有1家2家受难，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。好，真的是好。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，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，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。那这个总柜谁来当啊？让我试试怎么样？哎呀，反正是做戏的，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，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，你当然是自己人了，是我们8家之内的人。我看让他进来，也不是坏事啊。好，这个总归你来当，你出的主意嘛，你做给大家看看。诸位有意见吗？
好，既然如此，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啊，咱们就别吃馊饭了。我去跟他们谈。就这么着。来人呐！我要见王爷。传令下去，提兵2万，运动至梁山一线，把网扎实了。王爷，草民替河东8家商号禀告王爷，请读谈。独谈，就凭你？草民自然是不配，但不知道谢银子配不配？休要给我花言巧语，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，听不得啰嗦。说，王爷，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？需要上百辆大车，上百名的大汉，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，还请王爷明示，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？什么旗头？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，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？是王爷的军饷，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？我们河东8家已经商议过了，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豁出性命，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。王爷干的可是刀头嗜血、为国卖命的差事，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，那也太不识抬举了。早就这么说嘛，何必受这份罪？你们写张欠条给李百万，让他来，这老家伙会办事。哎呀，不可啊，王爷，不可。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，这钱我们可以给，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。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，怎么，他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？就好像王爷，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，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，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再说了，河东8家乃是百年巨族啊，从省城到京师，他们哪一家都有姣好的御史堂官呢？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，只怕好事变坏事了。其实我们想要给的，不止2400万两，我们想要给的更多。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，花了多少钱，我们一样奉上。真是尖牙利齿！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，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？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。说说你们的主意吧。是。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，那这笔钱呢，就算是河东8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。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，银车一推出来，势必闹得沸沸扬扬。那些言官掺上几本倒不怕什么，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。怕就怕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儿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想着呢，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，兑换4大行的银票出来，方便又好拿。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，岂不更好吗？好，那拿来吧。要多久？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，再兑成银票，最后落到您的手里，2月为期吧。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。王爷，请您过目啊，这是河东8家的签字，上面盖着私印，捐赠2400万两成身王，凭此纸交付。王爷拿到银票之后，把这条子还了便是。这我可做不得称呢。这薄薄的一张纸，就值2400万两银子，就凭它，我把你们放了。你当我是小孩啊？哎呀，王爷，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，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？河东8家兴盛300多年了，论实力，论信誉，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。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回去引颈带路便是。
谅你们也跑不了。2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，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。滚！是。东西收了，把营去山东，1天1道圣旨，老子都烦了。少东家，太尉封赏归古先生来办。就说我不在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见？他会觉得我算计他。算计他？他在太尉峰，你在万元荡，你不算计他，算计谁？去，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，怎么放出来的？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啊？少爷还年轻，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。交朋友？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。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，这就是打仗，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？是，我再劝劝他。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本来怕您老生气，想晚点再说。这小子联合8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，保证2个月之内交付4大横银票2400万两。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，就点头同意了。这怎么行？我去见王爷。王爷都已经走了。蠢材！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，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，把这老8家给搞倒了？那美滋滋的拿张欠条走了。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，我姓他的姓。这谁的主意？听说是姓古那小子去谈的。古兄，你知道？你不用说了，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。送什么行啊？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他还能待得下去吗？大好的局面，毁之一旦。好好的一场戏呀，倒成全了这个小子。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。我看你还是干脆投过来。他这么做虽然不光明磊落，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，你们抵抗不了。耍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我是不会服气的。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，在3个月之内，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，不然我心倒过来写。顾兄，你这是说大话呢？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，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，以信为本，以义为根，以流通为手段，以方便为路径。这些错，他全都犯了，注定走不长远。又是这个姓古的。老爷，要不我再……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，你留下来，就一件事。四处声称这8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管他谁的钱，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。让储户挤兑，一家一家的整他们。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，这8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。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，还要把他们的底扎出来。山西我要，闯王的宝藏我也要。那王爷那边要死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你3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呀？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。我说他们老8家3个月之内
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。要想在这立足，你客客气气的拱手赔笑脸，你到时候连残羹剩饭你都吃不下。这什么地方？天下票号的发源地，财富的汇集之所。想站稳脚跟，你奋发图强，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。大蛇就得打7寸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取他的精华。少爷，这才是真见识。我要是你，还做什么生意？即刻回家，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，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？哎，吴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事儿？老八家有一句话，要带给李万堂：行商之人，以商道自律，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。成教。他怎么了？你觉得那小子怎么样？本非池中之物。老爷，您有一双风尘巨眼，您觉得呢？这个主意是别人帮你出的呢，还是你自己想的呀？在流放地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现银子，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来交易。就好比我要上山打老虎，我需要钢叉猎刀，需要工具，需要食物，我只能先假设，如果我把老虎打回来，我即刻归还。那么店家再去跟铁匠说，也是先假设，如果我能把老虎打回来，他们即刻归还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认同了这种交易方式。可能这只老虎还在森林间跑着，但是它已经在我们之间被卖来卖去了。好啊，东家，这次未经您的允许，我就许了他们300万两银子的债务，还请勿怪。哎，说说理由。没什么理由，我只是在赌。我赌他们老八家能赢。你知道，在整件事情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哪部分吗？这个老八家呀，那是富可敌国，财力雄厚。这家底儿啊，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哎，要是为了常老四的话，免开尊口。你最后一条没办好，等办好了，我不仅把他给放了，我也放了你。我放了常老四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不如我给你指条明道吧。你呀，做老八家的总柜，那是何等的威风啊！你不心动？
四爷不放出来，这个交易没法进行。我不谈其他。怎么样？从昨天半夜，太岳峰门口全是挤兑的人，现在人都满了，他们死活不开门板，有不少人开始砸门，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，还不敢撞进去。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。这样，你再花钱，再多花银子，派人掺和到队伍里，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去。哎，回来！哎，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？有啊，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。我走的时候，还有咱们5、6个人在那儿盯着，轮流回来汇报消息。行，你现在抓紧去告诉咱们自己的人，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，让他们一定要护住顾掌柜的，万万伤不得的。那人是我兄弟，记下了啊。哦，别忘了啊！哎，少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。怎么，我护不得他？我是怕你护着他，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。我能在这儿立足，靠他帮了我。请顾掌柜，请顾掌柜。诸位，久等了。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，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。大家同气连枝，互救互助。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，我都给你们结算，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。开箱！天下有道千军，一血万两。昨日引入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勇，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拿下去吧。这位管家，贵姓啊？小姓翟，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。大奶奶吩咐了，这些银子运过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一切听顾掌柜的调遣。翟管家辛苦了，这些红包你收着。顾掌柜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，给他们买杯酒喝。我要再推辞了。好。顾掌柜的赏下来了，给大家买酒喝。翟管家，把货物卸下来，车推到后院去。哎，好嘞，咱们做买卖了。卸银子了。车来了，什么车？银
银是吧？满满的全是银的。我们跟过去看见了，一封一封的。我们数了一下，前面有6辆，后面还有一批。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。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是你们哑巴呀，张嘴说话呀！你告诉他们，如果今儿不取，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，就把那银号封了。我们说了，没用啊。太尉府的钱啊，看这形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我想还是取吧，别忘了银号没了。哎，瞧，那边好像又来马车。太尉封到底欠了朝廷300万两，还是交了朝廷300万两？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，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力气。你放屁！哎，你告诉他们，太平号3分的力比太尉封高。那兄弟们就暴露了，你快去呀！这太尉封把靳家跟孙家都结了盟了，这看起来吧，好像是有事儿的样儿。从今天早起到现在，已经来了3趟营车了，弄不好咱们是白本虚惊了一场呀！哎呦，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，对，取出来踏实。来，取钱的排好啊，在这排好啊。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，这3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。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，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刀。若不能入账，我就在这里候着，你随时来砸我的店。这倒是省事儿了。好，我信你。进。哎呦，顾掌柜，我能开个条？顾掌柜，我要开条。你们都要开条啊？啊，是。行吧，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。好。你别愣着呀，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。啊，好嘞。我就是纳闷啊，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，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？我就不想看他赢。这次我们的钱算有着落了。这到了心里边。哎呀，多谢。请，慢走。好。掌柜的，银车卸完了，通兑了多少？您看一下。啊？掌柜的，您是只管兑不管存呐？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，还有开染房的，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，立马又存了几10万两银子进来。这挤兑了1天，账面上反而多出60几万两，真是奇才怪也。那这样，靳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？你给他原数不动的装回去，连夜就拉回，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。今天这场仗啊，咱们赢得漂亮。得嘞，赵东家，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，咱上班吧。这开门第1天，你跟我说没生意了，臭嘴！我臭嘴，我混账！上东家您别生气，咱财源广进。滚！赶紧上班了，早点完蛋，我们好回京师。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？大概出山西了吧？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，派人快马追上，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。这就叫以信用为本。
人家这么说的，也这么做的，可不就做到了吗？要我看，我爹这笔账算错了。少爷，咱俩得想点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咱们这么挤兑都没弄死他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老虎打不死，等它咬人的时候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您就稳稳当当坐着，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。这些日子呀，全靠一个女孩子撑着这么大一个家，确实不容易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你们背后脚有什么舌头呢？谷兄弟一直在夸你，说你心性坚韧，能干大事。什么心性坚韧？我恨不得把王天贵给杀了，把你们俩都拽出来。现下倒好，宅子留住了，就我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地方。你倒是开心的要命。现在外面可都传他快成王天贵干儿子了。那说干儿子的纯粹就是在胡扯。王天贵是想通过我探听出闯王宝藏的下落，所以才一直扣着四爷不肯放的。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这说？我哪知道啊？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先生说过，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主，有的东西不是你的，争到了也无用，唯有德者居之。知乎者也，又来了。啊，读书人的酸气又上来了，对不起。郭兄弟，我怕王天贵啊，还是不会放过你。你得想个法子脱身才是。他是个绝户，心如蛇蝎，做事有决，他的话一句都信不过。这个我自然知道，这场仗还没开始打呢。我还是劝你，你已经把他推到老八家总柜的位置上了，可以了。你的手段和能力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就连王天贵这样的人，也不得不对你客气。这正是你走的好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糊涂。四爷，这一次我若不亲手扳倒王天贵，把你救出来，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大丈夫立身处世，当恩怨分明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永远记着。平日里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也就先回柜上了。我怕王天贵他急着找我。这2日我要去一趟晋阳山庄，那老几位刚刚脱困，我也摘下了总柜这个责任，可以喘口气了，去看看他们。好。别管我，你哭你的。我不管你，你是鬼啊！我还没鬼好呢，鬼还能投胎，还有个盼头。我能盼什么？喝晚了，别哭了。
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你没偷听我跟爹说话吧？没有啊，你们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夸你来着。哎，四爷不怪我连累他，就阿弥陀佛了，不奢望他能夸我。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。若真有此想，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？你会好好活着的，你，还有我爹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也时常在想，要是你们不去宁古塔，我要不那么多事儿，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。顾大哥，其实我心里明白的，你要听吗？听。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古塔，不后悔遇见你，也真心实意的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，让全天下害你们的人都滚开，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，完成婚约，一辈子平安顺遂。至于我自己，我也会好好活着的，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，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。生死之际，不畏就困，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。大家彼此安心吧。我到家了，你看，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。顾大哥，心安了吗？此心安处是吾乡。真酸。京师李老爷今晚在这里歇息吗？什么事儿？啊，赶了2天路，从平遥送信而来。我看信谷那小子用这么个雕虫小技，你的太平号在山西怕是站不住了。功亏一篑啊！当时王爷在晋阳山庄抓住他们，我就说不要放，不要放。他觉得拿着一张欠条，天底下的人就不敢赖他的账。哼！我知道，你在巴家都存了钱，就是留着慈氏挤兑用的。当初我还不明白，
现在看来，欲想取之，必先予之，当真是厉害。你只需要把钱取出来，看他们扛得住扛不住。死银不动，活银回乡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。你来之前的半年，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。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难，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，让他们关门上班。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。看心里这个意思，向着这步棋不走了，把钱存在这儿便是。这怎么行？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？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啊！反正都要回家了，你不能说那么惨。我马上给老魏写信。哎，写什么信？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，哎，还写？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，要不要试试呀？少爷，您可别胡来呀！只许你们胡来。哎，今儿啊，厨房食材备得足，昼夜伺候，大家好吃好喝啊。曾掌柜，我们家这菜做的吧，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的那几碗馊饭来得香吧？馊饭。哎呦，大奶奶，你就别提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一说吧，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。哎，大奶奶，来。谷兄弟，你看看这个。合适。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行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，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。我们八家凑这600万两银，现在这个时候要，头寸可一下就空了。这哪是白银啊，这是杀人的刀啊！就算谷兄弟想出八家联手的主意，这么挤兑起来，你们谁受得了？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，让人好怕呀。这钱，你们打算给吗？你有什么主意？我们听你的。依我看啊，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了，但就这么交出来，真是不太高明啊。既然他要，那我们就给。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，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，你们呢？我出400万，都拿出去啊！好极了。我回去扫扫库底，我也全部拿出来，好吧？什么买卖呀？啊，我带上我呀！好毒的主意！我就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到底什么买卖啊？啊？哎呦，刚什么买卖？别让我着急。谷兄弟出了个主意，太平号银子存利是3分，比我们高1分利。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，好啊，我们把钱全给他，有多少给多少。我们吃他利先去，这感情好啊！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！是啊。
少爷呀，您还没有睡着呢，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。谁到乌江来了？是，开门吧。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？他们来还那600万两银子？何止啊！您看那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10里地了。咱们存银利高一分，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。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。当初让您听老爷的话，您非跟我斗这个气，怎么样？现在您敢开门吗？哎呀，少爷，你还真开门啊？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？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！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？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？少爷，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，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！都要上本回京了，得罪了老八家，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，何苦呢？让人笑话！别敲了，窝里人都死干净了。现在要是不开门，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。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我听您的。哎呀，现在知道听我的了，那就开门吧。李兴兄，顾兄，那些银车呢？出来吧！哎，开个玩笑而已。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，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，是吧？